大家都想让自己的影片去尽大的可能去获得更多流量，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其实想让 YouTube 给你更多推荐量，你需要提升一个数据，那就是展示点击率。我在前一段时间发布了一部影片，由于这部影片它的展示点击率和之前的其他影片相比增加了很多，就导致 YouTube 算法给了这部影片更多推荐量。今天这期影片我们就来聊一聊什么是展示点击率，你如何提高展示点击率，去让你影片获得更多观看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频道，我是 Grayson。让通过 YouTube 频道在网上打造自己个人品牌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是完全免费的。记得把旁边小铃铛打开，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。另外在底下描述栏也可以找到很多进入的小工具。首先，什么是展示点击率？ YouTube 会把你的影片展示到观众面前，他们会展示在观众的 YouTube 首页上，他们订阅页面，他们推荐影片栏里面，或者说观众在 YouTube 上面搜索的信息，然后把你的影片呈现在搜索结果里面。只要观众停留超过1秒，那么就算做一次展示次数。如果是外部来流量，例如说你通过 IG 的推广吸引来流量，或者是说小铃铛提示，这些都不算作展示次数。我们都能够理解，不是所有的展示次数都能够转化为观看次数的，因为观众都有自己的偏好，他们能够决定是否要观看这部影片，所以影片被点击的次数再除以影片的展示次数，就形成了展示点击率。例如说 10% 的展示点击率，就代表有 10% 的展示次数转化为了观看次数。你可以来到你 YouTube 工作室，然后随便找到一部影片，再选择它覆盖面，在这里面你就能够找到展示点击率这个数据。除了展示点击率之外，你还可以找到展示次数、观看次数，还有唯一身份的观看人数。其实你的影片不只有一个展示点击率，这大家都没有想到吧？你平时看到影片的展示点击率，其实是影片展示点击率它的平均值。你看到 YouTube 工作室，然后选择一部影片，再找到它的流量来源类型，你选择展开，在这里就可以找到不同的浏览来源类型，它的展示点击率。例如说，你可以找到浏览功能，它的展示点击率。浏览功能就是 YouTube 算法把你的影片推荐到了观众的 YouTube 首页上。如果你的影片在观众的 YouTube 首页上被很多观众点击了，那么 YouTube 算法就继续提高推荐量，去让你影片出现在更多观众他们首页上。你也可以找到在 YouTube 的搜索结果里面影片的展示点击率。如果这部影片它在搜索结果里面它的点击率很高，那么 YouTube 算法就逐渐提高这部影片在搜索结果里面的排名。大家可以在看完这期影片之后，去查看一下你们最新发布的影片它的展示点击率曲线图。你会发现在这部影片发布之后，它展示点击率非常的高，在第一天的时候会达到顶峰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个展示点击率就会慢慢下降。原因就是 YouTube 会把你的新影片先展示给频道里面最活跃的观众，会最经常观看你影片的观众，因为这些观众是最有可能点开观看你的影片的，就导致你影片在发布的时候，它展示点击率非常的高。然后随着时间推移，你就会发现你的展示点击率在慢慢的下降。例如说，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你的影片展示点击率为 10%， 然后就下降到 7%、5%， 最后到 3% 等等。我在开始的时候看到这种情况，会觉得很失落，因为觉得为什么我的展示点击率会慢慢的下降？这是不是代表着观众不喜欢这部影片，对这部影片失去了兴趣？但是当我看到 YouTube 解释之后，我就明白，原来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。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 ，YouTube 算法不会给很多展示次数，这会导致你开始的展示点击率会相对偏高。但是当 YouTube 算法慢慢给了更多推荐量，去展示给更多观众之后，就会把展示点击率慢慢的拉低。所以大家在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惊慌，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。这不代表你的影片不够好，这是因为 YouTube 给的展示次数多了，就慢慢的把展示点击率拉低了。大家看到这里，是否对影片展示点击率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呢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你的影片一般会获得多少展示点击率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，希望你能够为这部影片点个赞，监督算法就能够继续推荐这样类型的影片给你观看了，并且对我频道也是非常大支持。大家一定很好奇，既然展示点击率这么重要，那么多少展示点击率会被 YouTube 上面推荐呢？如果你去谷歌上面搜索，你会发现答案都不一样。有的人会说 20%， 有的说 15%、30% 等等。其实并没有个统一的答案，一旦你达到这个标准，就会被 YouTube 算法推荐。因为 YouTube 算法不单单只看影片的展示点击率，还会综合其他的数据，像是影片的续看率，还有影片的观看时长。只有综合了这些所有的数据，YouTube 算法才会判断出
出这部影片是优质的影片，值得推荐给更多观众观看。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如果YouTube算法只是看展示点击率就决定推荐哪部影片，这很容易造成点击诱惑的产生。也就是说，人们可以使用欺骗性的标题、欺骗性的缩图，骗观众点击这部影片。这样一旦展示点击率高了， YouTube 算法就误认为这部影片是观众想要的影片，就会推荐给更多观众观看，就有更多人被欺骗去点击这部影片。这也就是 YouTube 早期的时候所发生的情况，这也导致 YouTube 调整了 YouTube 算法，都会综合考虑影片的展示点击率、续看率还有平均观看时长。我们需要理解 YouTube 算法现在的目标就是去帮助每一位观众找到他们最适合观看的影片，从而让这些观众停留在这个平台上越久越好，这样 YouTube 就能够赚取更多广告收入。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多少展示点击率能够被 YouTube 算法推荐，根据我频道里面表现好的影片，展示点击率为 5% 到 10% 的影片，通常会获得更多流量。说了这么多，大家应该理解了，展示点击率非常重要。我相信你也想提高你影片的展示点击率，那么你应该怎么做呢？你可以从3个方面入手。首先，第一个方面就是影片的话题。一个有趣的影片话题是能够非常吸引观众注意力的，所以在你制作影片前，你要去想想，如果你看到这个话题的影片，你是否会点开？如果连你自己都不想要点开，那么就不能够希望观众看到这部影片会想要点开。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有个吸引人的标题，标题也非常重要。如果一部影片它内容很好，但是它标题非常无趣，观众看到这个标题之后没有产生兴趣，那么这也会导致影片的展示点击率会比较低。好的标题能够快速的抓住观众注意力，会让他们产生想要点击观看的冲动。还有一个就是缩图，缩图就是影片的封面，在人们还没有看到影片内容的时候，缩图能够展示出一切。你的缩图不需要非常复杂，保持简单就可以了，但是你的缩图一定要吸引观众注意力。你要使用明亮的颜色，你的字体要使用粗大，不需要放入很多字。如果你有加入的人像，你的表情一定要很夸张，这样就能够和观众建立起联系。一旦你的缩图能够抓住观众注意力，吸引他们眼球，让他们产生好奇，那么很大可能这些观众就会点开这部影片。缩图真的非常重要，我建议大家去看这个缩图教程，里面告诉你如何使用免费的工具去制作 YouTube 影片的缩图。我会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希望你能够为这部影片点个赞。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打开旁边小铃铛。如果想和我更多互动，可以关注 IG， 在底下描述栏也可以找到很多进入表使用工具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